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是关于一位陆配女生带着被判终生瘫痪的姐姐来台湾治疗，结果在台湾绝处逢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对台湾的医疗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敬佩。我认识的这位陆配女生叫小茹，是我几年前帮忙介绍认识她现在的台湾老公阿德的。小茹是安徽人，在上海工作时认识了来大陆出差的阿德，两人一见钟情，经过1年多的异地恋，最终修成正果，小茹嫁到了台湾。本来小茹在台湾生活的挺好的，老公疼她，家人也接纳她，但是突然传来噩耗。她在大陆的姐姐小燕在一次车祸中脊椎严重受损，医生断言可能终生瘫痪。丽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姐姐现在整个人都崩溃了。小茹当时在电话里哭得我心都碎了。小燕今年才30出头，正是大好年华，却要面对这样的打击，任谁都接受不了啊！更糟的是，小燕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丈夫是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就那么几千块钱工资，还有个上小学的孩子要养。这一场车祸不仅夺走了小燕的行动能力，还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医院说后续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至少要30-40万，这还不包括以后可能的护理费用。姐夫家里能凑的钱也就10来万，根本不够啊！小茹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我当时就在想，在大陆虽然也有医保，但是对于大病，尤其是需要长期康复治疗的情况，自费部分还是很高的，一个普通家庭真的很难承担得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家庭返贫的原因啊！就在小茹一筹莫展的时候，她老公阿德提出了一个想法，要不把你姐姐接来台湾治疗吧？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特别是在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这块。小茹一开始是不敢相信的，可是台湾的医疗费用不是很贵吗？我们家也负担不起啊。阿德笑了笑说，台湾的健保你不是已经用过了吗？虽然你姐姐不是台湾人，但是可以用自费的方式。相比大陆的私立医院，台湾的公立医院收费其实并不高，而且疗效有保证。就这样，在阿德的鼓励和支持下，小茹决定试一试，把姐姐接来台湾治疗。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办好了各种手续。小燕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了台湾。刚到台湾的时候，小燕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上半身也只能勉强活动，整个人都瘦得脱了形。但是让小茹一家人没想到的是，从踏入台湾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医疗体验。首先是预约专家门诊，在大陆可能需要提前好几周，甚至托关系走后门才能挂上专家号。而在台湾，他们通过正常渠道预约，1周内就见到了神经外科的权威专家。陈医师人真的超好的。小茹激动地告诉我，她不仅细致地检查了姐姐的情况，还花了将近1个小时详细解释病情和可能的治疗方案。在大陆，我们见专家基本上就是几分钟的事，根本来不及问问题就结束了。更让小茹一家人震惊的是，这位陈医师竟然主动加了小茹的 LINE， 随时解答他们的疑问，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啊！小茹感叹道，哪有专家会把私人联系方式给病人的？接下来是住院和手术。陈医师认为小燕的情况虽然严重，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建议进行一次精细的神经修复手术，再配合后续的康复治疗，有可能恢复部分行动能力。手术费用多少？这是小茹最担心的问题。让她意外的是，陈医师给出的数字比她预想的要低得多。即使作为外籍人士自费，台湾公立医院的收费也比大陆的3甲医院便宜不少，而且这还是由权威专家主导啊！小茹激动地告诉我，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虽然康复之路仍然很长，但是手术后的第3周，小燕的腿部就有了一些微弱的知觉。陈医师表示，这是个很好的信号，康复的希望比预期的要大。不过，真正让小茹一家人感到惊讶的是台湾医院的护理水平和服务态度。在大陆，很多医院护士忙不过来，服
服务态度也参差不齐，病人的生活起居基本靠家属照顾。但在台湾，护士们不仅专业素质高，服务态度也非常好。姐姐需要翻身，护士会定时来帮忙，还会教我们正确的护理方法。小茹说，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姐姐是大陆人而有任何区别对待，反而因为知道我们是从大陆来的，特别关照我们，生怕我们人生地不熟，有什么不便。除了医护人员的专业和友善，台湾医院的病房环境也让小茹一家人感到惊讶。病房干净整洁，设备齐全，探病时间也很人性化，不像大陆医院那么严格限制，而且病房里还有志工定期来陪病人聊天，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小燕在台湾的这家医院住了将近3个月，期间做了手术，还进行了密集的康复治疗。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原本被诊断为可能终生瘫痪的小燕，竟然能够在轮椅的辅助下自己活动上身，甚至能稍微站立一小会儿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呀！小茹红着眼眶告诉我，在大陆的医院，医生都说没希望了，让我们做好终生瘫痪的准备。可是在台湾，医生从来没有放弃，一直鼓励我们要有信心。现在看来，他们的坚持是对的。当然，治疗和康复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小燕也曾经因为看不到明显的进步而情绪低落，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医院的心理咨询师及时介入，帮助她走出了心理阴影。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全面，不仅关注身体的康复，还很重视病人的心理健康。小茹感慨道，在大陆，很多人还是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件羞耻的事，但在台湾，这完全是治疗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有异样的眼光。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和康复，小燕已经能够在助行器的帮助下，慢慢的走一小段路了。虽然离完全康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与最初医生的判断相比，这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如果不是来台湾治疗，姐姐现在可能还躺在床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小茹感慨地说，在台湾治疗期间，小茹也对台湾和大陆的医疗体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比较。她告诉我，台湾的健保制度真的非常完善，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的医疗需求。虽然我姐姐是自费的，但我通过自己使用健保的经历和跟台湾朋友交流，真的感受到了台湾健保的优越性。小茹说，在台湾生一场大病不会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这真的很了不起。确实，台湾的健保制度是世界上最受赞誉的医疗保险制度之一。这点我作为红娘，接触过不少台湾男士和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深有体会。小茹告诉我，台湾的健保制度采用的是单一保险人制度，全民强制参保，每个月只需缴纳几百元新台币，就能享受到非常全面的医疗保障。丽姐，你知道吗？在台湾看病，挂号费才几十块新台币，看完医生拿药也就付个几十块的部分负担，剩下的全部由健保给付。小茹激动地说，像我姐姐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台湾人，很大一部分费用都能由健保承担，自付的部分比起大陆来说少太多了。相比之下，大陆虽然近年来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在报销比例和范围上，与台湾健保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对于像小燕这样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的患者来说，大陆医保的保障往往是不够的，很多治疗项目和药物需要自费，负担相当沉重。姐姐在大陆时，光是前期检查和治疗就花了10几万，医保只报销了不到1/4。小茹叹气道，如果后续的康复治疗全在大陆做，估计我姐夫得卖房子才行。不过，小茹也坦言，作为外籍人士，她姐姐在台湾的自费治疗也不便宜，前后花了将近20万人民币，但是物有所值啊。小茹说，在大陆花这些钱，可能连基本的护理都做不好，更别说有这么明显的康复效果了。除了费用方面，台湾医疗体系的人性化服务也给小茹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医院的重症病房每天开放3次探视时间，每次1小时，护士们会主动提醒家属探视时间，还会体贴地准备椅子给探望的家属。更让小茹感动的是，当她因为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不能去医院时，
护士们会主动帮她拍些姐姐康复训练的照片或视频发给她，让她放心。这种贴心的服务真的让人感到温暖。而在大陆，尤其是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因为病人太多，医护人员往往忙得脚不沾地，很难有精力提供这样细致的服务。在上海的医院，护士连基本的护理工作都忙不过来，更别说这些额外的贴心服务了。小茹无奈地说，在台湾期间，小燕还参加了医院组织的病友会，认识了许多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患者。姐姐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和希望。小茹说，看到有些病友从完全不能动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姐姐也充满了信心。病友会不仅提供心理支持，还会分享康复经验和生活技巧，甚至会组织一些社交活动，帮助患者重新融入社会。这种病友互助组织在大陆还比较少见，至少我姐姐在上海的医院没有接触过。随着治疗的进行，小燕的情况越来越好。康复中心的医生对她的恢复速度感到惊喜，认为她有可能在1年内实现基本的自主行走。医生说，姐姐的意志力特别强，这是康复的关键因素之一。小茹骄傲地说，不过小燕的签证期限终究有限，6个月后就必须回到大陆。为了让小燕回大陆后能继续得到良好的康复训练，台湾的医生特意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还录制了视频教程，教她和家人如何在家进行康复训练。陈医师还专门联系了上海的一位医生朋友，帮姐姐转诊，确保她回大陆后能得到专业的跟进治疗。小茹感动地说，这种跨海峡的医疗合作真的让人感受到医者仁心啊。在小燕即将回大陆的前一天，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友们还特意为她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送给她一本签满祝福的笔记本和一些小礼物。那一刻，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小茹回忆道，在大陆，医患关系往往是比较紧张的，很难想象会有这样温馨的场景。回到大陆后，小燕按照台湾医生的指导，继续进行康复训练。虽然条件没有台湾那么好，但是有了之前的基础和详细的训练计划，小燕的康复进展依然不错。现在姐姐已经能借助拐杖走路了，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小茹高兴地告诉我，不仅如此，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和在台湾的治疗经历后，小燕和家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姐姐说，她现在每一天都倍感珍惜，再也不会为一些小事烦恼了。姐夫也变得更加体贴，更懂得关心家人了。小茹的分享让我不禁思考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首先是医疗资源分配的问题，大陆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1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导致这些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超负荷工作，自然难以提供细致的服务。相比之下，台湾医疗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分级诊疗制度执行的也比较好。普通感冒、发烧大多在诊所解决，社区医院负责常见病和慢性病的治疗，大型医院则专注于疑难杂症，使得医疗资源能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医患关系的差异，在大陆，医患关系一度十分紧张，甚至出现过多起伤医事件。究其原因，除了医疗资源紧张外，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也是重要因素。病人和家属往往不了解疾病和治疗过程，对医生的处理产生怀疑，而医生因为工作繁忙，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向患者解释。而在台湾，医生会花更多时间向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并参与决策。陈医师每次查房都会详细解释姐姐的康复进展和下一步计划，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完全不会有被敷衍的感觉。小茹说，此外，台湾医院普遍重视人文关怀，会有心理咨询师、社工和志工参与到患者的医疗过程中，照顾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这在大陆的医院还比较少见。当然，大陆的医疗体系近年来也在不断改革和进步，现在大陆也在推行分级诊疗，家庭医生制度、医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小茹补充道，我姐姐回上海后，
发现社区医院的服务比以前好多了，基本药物也能报销了。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接触过很多台湾和大陆的家庭，深深体会到医疗保障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在台湾，因为有全民健保的保障，家庭很少会因为一场大病而陷入经济困境。而在大陆，虽然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广，但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一场大病仍然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丽姐，我真的很庆幸当初做了把姐姐带来台湾治疗的决定。小茹感叹道，虽然花了不少钱，但是看到姐姐现在能站起来，甚至能走路了，这钱花得值。小茹的经历也让我更加体会到，在选择人生伴侣时，对方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水平和保障制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毕竟，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则是守护这份财富的最好保障。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小晴的经历。小晴在怀孕期间被诊断出妊娠高血压，后来还并发了妊娠糖尿病，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在台湾，她全程享受健保待遇，不仅住院费用大部分由健保承担，连产检和分娩费用也有相当比例的给付。丽姐，我在台湾生孩子总共才花了不到1万元新台币。小晴曾经兴奋地告诉我，而且待遇特别好，一人一间病房，护士全天候照料，连月子餐都营养均衡，比外面月子中心的伙食还要好呢。相比之下，她在大陆的闺蜜生孩子，即使是在公立医院，各种检查加上住院分娩，也花了近3万人民币，是她在台湾花费的10多倍。更别说我那个在私立医院生的闺蜜了，前前后后花了近10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些真实的例子让我对台湾健保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不过，台湾医疗体系虽好，也并非十全十美。小茹也坦言，台湾的医疗体系也面临一些挑战。台湾医生的工时太长了，尤其是住院医师，常常连轴转工作24小时甚至更久。小茹说，陈医师有时候查房时眼睛都是红的，看得出来非常疲惫，但还是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过长的工作时间不仅影响医生的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医疗质量和安全。这个问题在大陆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医生真的是很辛苦的职业，无论在哪里。小茹感慨道。此外，台湾健保虽然覆盖广泛，但也面临财务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医疗支出持续增加，健保的财务可持续性成为一个挑战。有些台湾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健保费在逐年提高，而且一些新药和先进治疗方法可能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纳入健保给付范围。小茹说，尽管如此，台湾健保制度的总体表现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就算有这些问题，台湾的医疗体系在保障公民基本医疗权利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小茹认为，至少不会出现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小燕在台湾的治疗经历也引发了她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姐姐告诉我，在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后，她觉得自己得到了重生，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小茹说，小燕现在特别珍惜每一天，即使行动不便，她也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网上学习插花艺术，甚至开始尝试写作，记录自己的康复历程和心路历史。姐姐说，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希望能给其他脊椎损伤患者带来一些鼓励和希望。让小茹感到欣慰的是，小燕和丈夫的感情在这次磨难中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变得更加深厚。姐夫真的很疼爱我姐姐，不仅全力支持她来台湾治疗，还辞去了工作专门照顾她。现在姐姐身体好转了，姐夫又重新找了工作，但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陪姐姐做康复训练。这让我想起了我作为红娘的一个重要观察，真正稳固的婚姻不是建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而是在经历风雨后依然能够相互扶持，共同前行。小燕和她丈夫的故事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小燕的康复之路还很长，但她已经看到了希望。
姐姐现在的目标是明年能参加侄子的小学毕业典礼，而且要自己走进会场，不坐轮椅。小茹告诉我，眼中充满自信和期待。这个感人的故事也让我对两岸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大陆和台湾的医疗体系各有优势和不足，但总体而言，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医疗权利、减轻医疗负担方面确实做得更好。大陆医疗体系的优势在于近年来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前沿领域，如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大型三甲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非常先进，不少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上海的那家医院设备其实很好，医生的技术也没问题。小茹说，但就是太忙了，医生没时间细致地为每个病人考虑，患者也很难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照顾。此外，大陆医疗费用的透明度也有待提高。在台湾医院，所有费用都清清楚楚列在账单上，每一项都有明确说明。小茹说，而在大陆，有时候账单上只有大项，具体花在哪里，患者和家属并不清楚，医患沟通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台湾医生通常会花更多时间向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并参与决策。陈医师总是鼓励我们提问，无论多么基础的问题，他都会耐心解答，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小茹回忆道，反观大陆，由于就诊人数众多，医生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详细解释，导致患者对治疗过程不够了解，容易产生误解和不信任，这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台湾和大陆的国情不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台湾地区人口约2300万，而大陆有14亿人口，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自然更为突出。实现像台湾那样的全民健保制度，对大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大陆的医疗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报销比例逐步提高，分级诊疗制度也在逐步建立。我老家安徽的医保政策这几年改善很多。小茹说，以前一些慢性病药物都要自费，现在很多都能报销了。小燕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体系水平，不仅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健康权益，也直接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定。而作为红娘，我也更加认识到，在为年轻人牵线搭桥时，除了考虑感情、性格的匹配度外，对方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丽姐，我想对那些正在考虑嫁到台湾的姐妹们说，小茹真诚地表示，台湾的医疗和福利制度真的很好，虽然薪资水平可能比不上大陆一线城市，但生活质量和保障水平真的很高，尤其是有了孩子或者家人有健康问题时，这种保障更显重要。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台湾朋友曾经告诉我的话，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让任何人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也不应该让任何家庭因为一场大病而陷入贫困。这句话道出了医疗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期盼。小燕和小茹的故事还在继续，但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和思考。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医疗体系都能不断完善，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保障。也希望像小燕这样的患者，无论在哪里，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和关怀，重获健康和希望。作为一名红娘，我见证过很多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也看到了不同制度下人们生活的差异。但无论是在哪里，健康和家人的陪伴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小燕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命中最艰难的挑战，只要有爱的支持和专业的帮助，我们总能找到希望，迎来新的曙光。谢谢你听我讲完这个故事。小茹在最后对我说，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台湾医疗的优点，也希望大陆的医疗制度能不断进步，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我完全赞同小茹的话，
作为丽姐，我也希望通过分享这样的故事，能让更多人了解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同时也为那些可能面临类似困境的人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毕竟，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而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则是守护这份财富的最好保障。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两岸婚恋、医疗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来找丽姐聊一聊。我们下期再见啦！